老板，那个鸡蛋你不要弄，再给我过份，给我文章嘞。好，你等一下，我给你送过去。鸡蛋肉饼汤是吧？对。老板，刚好加龙珠干。南雄话，我搞点咯。这也太大了吧？这个不大，300斤吧。4个人差不多有300斤。这个我们2个人都抬不动。我抬不起。不敢放，不敢放。不敢放，放了要裂。少一个人就不行，我跟你说。差一个人呢？ 4个人对，差一个人。味道。瓦罐买回来需要浸泡清洗一下。接下来我们准备一个底汤，这个是瓦罐汤当中最重要的部分。400克开水当中加入30克的食盐、味精4克、5克鸡精、鸡粉3克、白糖4克。接下来要放的都是合法添加的添加剂，包括瓦罐汤增香粉、磨辛香粉、瓦罐汤的磨辛香膏。如果你们喜欢原汁原味，可以不放。如果你们要添加的话，一定要根据使用说明书添加合适的剂量。磨辛香粉4克，瓦罐汤增香粉11克，磨辛香膏10克。注意，这个地方是开水，要把它搅到完全融化，接着把它兑到4000克的清水当中。好，这样我们的基础底汤就完成了。接下来我们准备食材，墨鱼干先泡发，茶树菇和香菇也泡发开，排骨切小块，老鸭也斩成小块，猪前腿肉7分瘦3分肥，加少量的盐，一点白胡椒，一点点生粉，抓拌均匀。甜玉米切成小块，萝卜切滚刀块，墨鱼里面有块这个骨头不要啊，墨鱼切成细丝。准备好所有材料，我们就可以开始装罐了。最基础的就是肉饼汤，60克的肉泥放到瓦罐底部，用勺子把它贴紧在杯壁上，这个就是肉饼汤。35克左右的肉饼，用勺子也是一样的按压方式，但是中间要按出一个坑来。打入一个鸡蛋，肉饼40克加皮蛋1个，肉饼35克加入20克香菇，排骨45克加入50克玉米，45克排骨加50克萝卜，45克排骨加15克的墨鱼干，老鸭45克，茶树菇25克，生姜1.5克，白酒2滴。接下来我们把我们调好的底汤灌进去，倒汤的时候用一个勺子，这样防止把那个肉饼冲开。主要是肉饼汤啊，怕肉饼不成型，需要那样操作，其他的没有关系，直接往里面加汤就可以了。最后还要准备几个空罐子，就是防止其他的罐子一旦烧干了，我们可以把这个汤补到那个罐子里。接下来我们往上面包锡纸，新手的话把这个锡纸做大一点，不会跑气。如果是你习惯了，那可以把这个锡纸做小一点，节约成本。把这个锡纸这样掖进去，一定要把它密封住啊。对了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，就是在锡纸上写下这个编号，根据你的习惯来写啊。这样就能记得什么编号是什么汤。比如说我的2号就是鸡蛋肉饼汤，4号就是忘了，所以一定要记好了，知道吗？千万不要就是把这个搞混了。接下来我们来生炭，如果是满满的一整罐瓦罐汤，大概能放120罐，那样的话你就搞1桶的炭。我们今天只有10罐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少搞点炭。好，我们现在就把它放到瓦罐里面。放这瓦罐也是有讲究的，一定要从下层往上层放，因为如果你先放到上层，挡住了视线，看不到下层放什么东西了。这个缸的上层和下层是最热的，所以要把不容易熟的放在上层和下层，比如说猪肚、猪脚这种。那我们今天这个都很容易熟，随便放就行了。对不起，我傻了，现在炭还没放呢，可以直接用手放。因为我们的量比较少，所以我就直接放最上层了。接着我们再把我们这个炭放进去。接
接着我们盖上这个盖子，不要全部盖住，稍微留一条缝，让它通风。这底下有个通风口，也一定要把它完全打开，让它处于通风的状态。需要先用大火烧半个小时。理论上讲呢，要这个锡纸如果鼓起来，就说明可以关火了。但现在我看不到里面的状况，所以我想撕开看一下。目前的温度是96度多，这样就可以了啊。这个时候你看里面的火还是非常的大的，那我们要怎么办呢？我们把这个盖子封死。接着把下面这个通风口也封死，这样的目的就是让它的明火熄灭，变成微微的炭火。20分钟之后，可以把通风口稍微打开一点，大概留个0.5厘米左右的距离，让它进风。这个时候就已经转成了没有明火的小火了。转成小火之后，还需要煨制4个小时，一定要超过4个小时啊！因为根据南昌市政府发布的《南昌瓦罐汤品牌门店监督管理办法》当中规定，瓦罐汤煨制时间不得少于4小时，所以少于4个小时就不正宗。知道吧？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可以拿出来了。说实话，我自己都不记得里面是什么口味了。大家一定要用这个东西啊，不行烫。香菇肉饼、墨鱼排骨、茶树菇老鸭。哇，这个也是肉饼汤。看到我们这个肉饼汤吗？一定要很清澈，看到没有？这个是成功的肉饼汤的标准。然后里面是肉。哇，哦，好淡。就是这个味，太像了。我作为一个南昌女婿，喝到这个的时候就觉得，牛，果然我是南昌女婿。哇，就是有点太烫了，完美，真的完美。尝口肉啊，我的妈呀，各种感觉。我感觉我这个肉的生粉放的还稍微少一点，你们可以尝试放更多一点生粉，那样会更嫩。但是总的来说，汤就是这个味道。点赞，点赞。交叉点赞，哇，真的好好喝啊！这期视频其实比较简单，主要难点在这个设备，这个真的太头疼了，搞了我好久。这期还出现了一个南昌拌粉，这个也是南昌早餐的标配。我们找一个时间来把这个再给大家还原一下。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有什么想让我做的，一定在弹幕或者是评论区告诉我，千万不要说福建肉片，好吧？